我就觉得太老土了。我说你存钱是因为你挣的不够多，我说我这钱都花不完，然后呢，这个存什么呀？然后我遇到一些收入很高的人，一个月在美国，包括1-2万美金的月收入，但是同样会入不敷出。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其实所谓说经济独立，什么财务自由，现在很常说的事情，其实它的核心是时间自由啊，它并不是说只是说用一些收入的一些数字换取了你的时间自由，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去打造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收入的框架的时候呢，那很多人他有时间的自由，但是呢经济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怎么去兼顾，这个是我一直就是很好奇去探索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这几年也是觉得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的思路哈，一些实践，觉得还蛮好，所以很希望从这个方面去跟大家去分享。其中一个让我去激发我要去分享这些，比如说怎么去更好做一个经济独立的人的一个初衷，是因为我现在走过了这个职场，因为我在国内，包括在美国也都有很多的朋友是在职场上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呢，到中年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些的状况，包括裁员，然后呢，很多人裁员之后呢，就本来还经济条件是挺好的，每人在外企工作都很好，就是生活都很无忧无虑的，然后突然间一裁员之后呢，他们最常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干什么吗？都是去做创业，每人都赔一大笔钱。然后就是其实那种，但是一种心理需求，那种就是他们又觉得，因为被裁员是一种失败感，他被裁员是一种失败感，然后他希望说，我马上要做一个事情，我证明给以前炒我的人，或者说证明给我自己看，说 I'm not a loser。所以他们就要去做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是斗志昂扬去做一个，然后但事实上，因为他们做的是他们不熟悉的领域，然后一脚踏进去，投个100-200万，然后呢最后赔光了，然后又灰头土脸的就回来了。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这样的状况，然后我遇到一些收入很高的人，一个月在美国，包括1-2万美金的月收入，但是同样会入不敷出。然后呢，后来我就很好奇，然后呢，我觉得也结合自己的一个经历和体验，我说 What's happening？ 就是这些，就是我看职场这些看起来都很精英的人，你说精英哈，精英我觉得都是一个大词，但是广东话叫精英，就是我是广州人，半个广州人，所以我们叫这人很精英，就看起来很聪明，但是看起来很精英的人呢，这到最后就是在钱上都出问题。更别说两口子为钱吵架，为钱离婚啊，最后压力很大，可能就是好像那是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样，就是某件事情，但是实际上他很多事情他是从就是没有把自己这个经济上的事情打理好，然后呢，在你有收入的时候没有把它管好。我以前就有一个这样，就是一个有点叛逆的思维，因为我父亲以前就跟我说，他说你挣了钱就要存起来，我就觉得太老土了，我说你存钱是因为你挣的不够多，我说我这钱都花不完，然后呢，这个存什么呀？但是实际上现在想起来，其实是这个存钱是有道理的，因为所有的理财书都会告诉你，你要先去努力挣钱，然后努力存钱。但是我父亲呢，他就没有那第3句话，就说你存了钱之后干什么？现在就说你存了钱之后你要去投资，但是不要去做一些盲目的投资，不要投一些你不懂的东西，你要投一些就是你懂的，而且是有一种投资可能叫低风险高交易、高收益，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不会啊，很多人职场很多人我们去投股票，那股票基本上都是赔的，都是自己玩的，就是干这些我们不太懂的事情，所以呢就会其实反而就是因为
因为我前两天跟有一个朋友，他刚刚带着两个孩子，前两天刚刚落地到英国，他就搬回英国住。他两个孩子是混血，然后他临走前就跟我说，他说特别想跟我谈这关于一些就是 money 的一些迷思。他说他其实有钱花，就是如果有半年不工作也是可以的。他现在因为要带孩子过去嘛，但他就是格外的焦虑，就是特别害怕自己钱不够花。然后就是这种，其实这种焦虑还挺多见的。挺多见的。其实就两种，一种是说挣了钱留不下钱，因为你花的很没有方向，不知道钱去哪儿了。然后另外一种是说我明明有钱，但是我就是不敢花，或者说就觉得很焦虑，就是因为老是害怕钱不够花。就是这种东西就很难让我们心里面很平和。那其实我自己的这种一路走来的一个学习，就是说，第一个我学会了算账，后来我为什么会当了 analyst？ 我发现我特别喜欢数字，特别喜欢这个 spreadsheet。但是这些年我发现说，真的是如果你能跟数字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其实真的很好的去学会算账。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帮助身边的一些人，包括有朋友，包括甚至有付费的来跟我去学，就是比如在职场，他们就去跟人家谈工资，说我要换一个工作，我要谈工资。我说他们说那边只能给7.5万，你觉得这工作我能不能干？我说这个事儿吧，我说那就拿数字说话，拿数据说话嘛。那么在企业不都是这样嘛？就是你要用事实、数据来说话。还有帮他做了一个10年的 cash flow。我说以你的生活的这种开支，然后呢以这个工资收入，然后每年比如涨5%哈，10年下来，我说你10年之后才能持平，因为你这10年之内都是不光是月光还是亏损，就是当你是一个企业来做嘛，对吧？就是这样的来算账。后来他就觉得很惊讶，他说那原来我必须要8.5万才能，就以现在收支上来8.5万才能够就是 break even， 所谓的月光族，就不会欠账那种。如果你要7.5万去的工资去，因为还有税啊什么的，因为这些都算进去嘛，还有各种各样的开支，而且上班是有成本的。上班是有很多成本的，包括你的上班跟在家工作，其实我是觉得在家工作的收入，这工资哪怕是可以打个折，其实是跟出去上班那个收入其实是有差别的，这都是根据你算账算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妈妈就说，他们两口子，这个两口子，他本来两口子，他这个妈妈也是以前做 HR 的，然后后来生了2个孩子，在家就全职了。然后她老公呢又工作，然后又去创业。那后来呢，就是创业的收入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发现这个一边兼职工作、兼职创业，好像收入都不太够。然后她老公天天跟她念说：“老婆，你该回去工作去，你应该工作，解决我们家的家庭问题，现在太紧张了。”然后后来就为这事吵架，吵得不行的。然后后来我说那简单啊，我说你们就算个账嘛，就是你出去上班能挣多少钱，然后你要花多少钱，然后你把2个孩子拖出去要多少钱，然后就是说，回去一算账，然后全算下来之后，他全都算下来之后，他最后说他能够剩下的钱剩$140。因为你出去上班，你要买衣服啊，你要花钱啊，同事要应酬啊，过个生日要凑份子啊，吃个饭呀，天天中午在外面吃饭呀，然后等等，然后呢2个孩子要送出去啊，然后托儿，因为他2个孩子还小，后来一算说他其实就只能剩100多美金是吧？然后她老公就不言声了，就说那算了吧，那还是我这个人在想办法吧，还想个别的办法。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其实所谓的，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因为以前我的心愿一直想做这种婚姻辅导。那其实我后来我自己也就是学了这些关于一些青年心理学的一些的这些包括心理学的方面的东西，还有说这个怎么去算清楚这些账。其实企业3张报表嘛，其实家庭也应该有3张报表，最起码你有 cash flow， 然后呢有这种就是这个 P&L profit loss， 你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是月光族，会不会有钱剩下来。
你有钱剩下来，你才会说我怎么去投资，怎么让这个钱去增长，然后去抗通胀，然后不会说再去说take care 我的 retirement， 才会说将来我能够比较有信心说我们两口子不会为钱吵架啊，不会为钱有太多的焦虑。这是我其实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能把账算清楚，然后呢能够让夫妻不再吵架，让大家不再为金钱感到焦虑。就是随时一说你的钱什么状况啊，咔咔咔能说特别清楚。但是90%的人都或者甚至更多的人都是你说不清楚的，因为没有特别清晰的看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很感恩，就是说我自己从一个就是半自闭症的一个小女生哈，然后成长，就是成为一个相对比较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和照顾好家庭的一个女性，一个独立女性吧。那我觉得现在又到了第3个阶段，是说我不但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弄好，还有余力去照顾别人啊。因为我自己坚信一点哈，就是我自己坚信说，在我最难的时候，在我发现我自己的问题自己一时半会儿解不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特别需要去出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去给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给予本身就能给我力量，也能给我带来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的东西啊。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给予，哪怕是在你最难的时候。那如果说哪些小伙伴是觉得特别需要一些的小小的扶持，一些的陪伴哈，我觉得我现在第3个阶段就是到了那个阶段，说我不但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弄好，我还有一些余力，有多余的快乐和多余的这个力量和心力来帮助一些小伙伴去梳理一些可能看起来比较复杂的问题，然后呢整理出个1、2、3啊，然后呢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就是接下来也特别想为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人他有一些的这个感动，想要来求助哈，想要来咨询的话，你有没有一个什么网站或者是你的 email 或者什么东西，我可以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我有一个网站叫做me myself.money， 其实是讲述我和我自己的关系和我和金钱的关系，然后去梳理，然后怎么样说把我们自己可以从金钱的焦虑里面就可以带出来。那这有一个是免费的一个叫做一个测评，那这个测评也是根据这个荣格的那个原型理论哈，跟 MBTI 是差不多的一个根基，然后呢开发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测评也是讲就是8种的金钱人格。那我可以就送给这个如果你的听众小伙伴，然后他们如果做完测评，可以跟我约一个15分钟的一个解读报告解读，我就跟他们去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交流。哇，这个听起来很棒，我自己都很有兴趣做这个测评。好啊，可以，第一个先送给你。好，你可以有加长版的一个解读。你可以其实就是说夫妻其实我的心愿嘛是能够说，就是夫妻以后可以不用为金钱吵架，然后呢，而且也可以就是一个作为一个产品的东西，它其实就是说一个在婚前的一个这种婚前辅导前的一个辅导，其实就是把这些隐患可以就排雷嘛，排掉一些，因为婚姻本身是甜蜜的嘛，然后呢，其实把这些小小的隐患都排除掉的话呢，它将来就不会引发更多的问题，让两个人就学会怎么样就是谈钱不伤感情。这个其实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也是我就是特别想做的这件事情。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评和这样的一个网站，好的，那回头就把这个网站的地址发给我，我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所以观众，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哈，你在金钱上或者是就你也是一个这个职业女性，或者你想要成为一个职业女性，想要跟Natalie有一些的交流。那我们可以帮助你，可以跟他连线。那也许今天呀，你看到这个节目也是神他给你这样一个门，
呀。如果你对耶稣基督有兴趣啊，你还不太认识这位神，也不知道这个信仰可以带给你什么，那你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们也可以跟你有一些比较个人的这种交流。好，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娜塔你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你自己的个人的经历经验呀，也欢迎你今后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钱，特别是这个财务自由这方面的话题。好，好，很开心，谢谢大家，谢谢 Lucy。好，今天就到这里哦，下次再见，下次再见，拜拜。